很多人在煎鱼的时候，不是粘锅就是破皮，那么怎么做才能煎出金黄焦脆又漂亮的鱼呢？大家好，我是大厨阿斗，今天给您分享一下专业厨师煎鱼不粘锅不破皮的小技巧，以及背后的科学原理，同时给您介绍一下常见的几种防止粘锅方法的真假。这是一条新鲜鲈鱼，请您看一下，去除内脏后1斤重，身长30厘米。我们常用的铁锅一般直径是30到34厘米。煎这种大鱼如果不粘锅，就能说明方法有效。我不会像某些营销号用不粘锅来表演如何煎鱼，也不会拿一条半斤左右10几厘米长的小鱼加平底锅来表演，就用真正的铁锅来演示一下如何做到100%不粘锅。首先我们把鲈鱼处理一下。其实鲈鱼的鱼肉腥味是很淡的，腥味主要来源于表皮的粘液。今天给您介绍2种去粘液的方法。第一种，直接刀刮法。我们先把刀直立起来，放在鱼皮上，就这样来回刮，直到把整个鲈鱼都刮一遍。我们不难看出，刮下来的粘液非常的多，而且又黑又腥。那么这些粘液到底是什么呢？这是一份来自上海海洋大学其中一个重点实验室的研究报告。这里说明粘液的成分很复杂，主要成分为蛋白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些粘液非常爱粘锅，所以一定要清除干净。这种刀刮的方法虽然方便，但有缺点，具有一定的危险性，而且鱼头这一块很难处理干净。下面介绍第2种处理方法，面粉搓洗法。在鲈鱼身上多撒一些面粉，用手搓揉一下，让面粉均匀地包裹住鱼的全身。把鱼翻过来，另外一面我们也同样操作，然后一边搓一边用流水冲洗，去除粘液的效果非常棒，还特别的全面。接下来我们打开鱼的肚子，腹腔里面的鱼骨血以及残余的内脏一定要清除干净，否则特别腥。一边用流水冲，一边用手指抠除，清理成这样就可以了。我们把鲈鱼平铺在案板上，用手摸一下，没有一丝滑腻感，就说明处理得很干净了。接着我们用剪刀把鲈鱼所有的鱼鳍全部剪下来。鲈鱼的鱼鳍非常的锋利，容易扎到嘴，会特别的疼。家里面有老人小孩，建议您最好去除鱼鳍。把全部鱼鳍去除后，鱼的尾巴我们也修整一下，让它更漂亮。下一步就要给鱼打上花刀了。这个打花刀非常的重要，可不是乱打。我们要在鱼背部比较厚的位置开始切，就这样直刀下去，从头切到尾。为什么要打花刀呢？这是因为鲈鱼的鱼肉比较厚，花刀是为了方便它入味。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可以大大减少煎鱼时破皮的概率。鱼皮遇热就会收缩，并且会变焦变脆。如果鱼在运输和售卖的过程中有受伤的话，煎鱼时就容易出现破皮。但是打花刀就能有效避免这种事情的发生，因为花刀的存在，鱼皮收缩的时候力就会分散。下一步，把处理好的鲈鱼放入一个大盘中，加入几个小葱段，加入一点生姜丝，加入一点料酒，然后用手把葱姜抓一抓，把葱姜汁给挤出来。葱姜汁可以起到去腥增香的作用，一定要把鱼的两面都涂抹一遍，这样腌制的效果才会最好。鱼的肚子里面我们可以塞入一点葱姜，接下来在鱼的表面撒上一点毛毛盐，然后用手涂抹均匀，让鱼入个底味。把鱼翻过来，另外一面也同样操作。最后我们在鱼的两面撒上一点白胡椒粉，再次把两面涂抹均匀后，让它腌制20分钟的时间。等待的时间我们调一个料汁，准备一个干净的碗，不用加盐，加入一点白糖大约2克，加入一点胡椒粉大约1克，加入1勺生抽大约10克，加入1勺香醋大约10克，最后加入1碗清水，搅拌均匀后备用。烧鱼的配料如下：一点大葱，一点生姜，一点大蒜片，这3种用来去腥增香。再准备一点青椒块，一点红椒块，主要用来增味和提色，喜欢吃辣的可以换成小米辣。此时我们的鱼也腌好了，把它拿起来沥干表面的水分。如果赶时间，可以用厨房用纸把鱼表面吸干。想要煎鱼不粘锅，鱼的表面一定要干燥，这样它下锅之后就省去了水汽蒸发的时间，让鱼皮快速的变焦变脆，就不会粘锅了。那么给鱼表面涂上一点干淀粉，能防止粘锅吗？这个是有效的。这里我们也给鱼的两面撒上一点玉米淀粉，再用手把它涂抹均匀，实际上也是起到一个让鱼皮变干燥的效果。用生姜涂抹锅能否起到不粘的效果呢？有一点效果，但是作用不大。那么煎鱼的时候往油锅里面撒盐，有没有不粘的效果呢？这个是有效果的，不过我们今天不需要。请您看一下我这口锅，
是最传统的铁锅，完全凹进去的，不是平底锅，也不是不粘锅。如果使用新买的涂层不粘锅，随便怎么煎都是不会粘锅的。我们先说一说为什么普通的铁锅会出现粘锅的情况吧。看上去很光滑的金属锅，其实表面并不光滑，有很多的纹路和孔洞。在高温的环境下，食物中的蛋白质会与锅内的金属原子发生化学反应，形成复合物，粘在炒锅上。通常而言，蛋白质越高的食物越容易粘锅，比如煎豆腐、炒肉末、煎鱼等。这也是我先前所说为什么鲈鱼粘液不去除干净就特别容易粘锅的原因呢。除了蛋白质之外，淀粉含量高的食物也爱粘锅。要想做到铁锅不粘锅，一定要做到热锅冷油。什么是热锅冷油呢？简单来说，就是先把锅烧热。要烧到多热呢？经验告诉我，要烧到220度以上，也就是肉眼可以看到轻微冒烟的情况，然后倒入冷油。接着摇晃锅，让油铺满整个锅底，从而形成油膜，这样就能避免食物和铁锅直接接触。专业的厨师还会把油倒出去，重新加入冷油。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有2个原因。第一，厨师润锅的时候加的油太多了，炒菜用不了这么多。第二，是为了控制温度。专业的炒菜灶台，即便是最小火，也是家庭小灶最大火的数倍。别看只有几秒的时间，油温已经非常高了，所以需要重新加入冷油，方便烹饪菜肴。那么家庭炒菜也需要这样做吗？其实是不需要的，只要把锅烧得足够热，再加入冷油就可以了。但是煎鱼，我们一定要把油温升起来，最好升到200度，我们就立刻下入鲈鱼。大家千万不要害怕鱼会煎糊，在酒店我用这个油温炸鱼块，炸个2分钟，鱼块都不会糊，更何况是我们家庭小灶的火力。鱼下锅之后千万不要动它，要让它表皮渐变形，大约开大火煎1分钟的时间，才可以用勺子推动鱼。因为这条鱼太大了，需要不停地改变锅的角度，让鱼受热均匀，所以需要的时间会更长。把一面煎至金黄，再翻过来煎另外一面，中途我们要不断地改变角度，把鱼头和鱼尾也煎熟，把鱼煎到2面都金黄焦脆，就可以添出来备用了。锅里的油，如果您怕油多的话，可以添出来一点。接下来把油再次烧热，升温到120度左右，我们改成最小火，下入豆瓣酱。您也可以使用黄豆酱，炒豆瓣酱一定要用小火，否则特别容易糊。炒出红油后，我们下入大葱、姜片和蒜片，就可以改成中火了，爆出香味。然后我们把煎好的鱼放进来，加入1勺料酒，激发出香味，并挥发带走鱼腥味。接下来我们倒入提前准备好的料汁，然后开大火煮沸。煮沸后转小火，盖上盖子，焖煮6分钟的时间。3分钟的时候，我们把鱼翻个面，让另外一边的鱼肉更入味。时间到，我们打开盖子，加入全部的青红椒块，大火煮1分钟的时间，让它们断生。下一步，把鱼添出来，留下鱼汤。我们开大火煮沸，加入1勺香醋，增加香味，再加入一点水淀粉勾芡。等汤汁变得浓稠，浇在鱼身上，再撒上一点香菜叶子点缀一下，就可以开吃了。这样做出的红烧鲈鱼鲜香入味，鱼肉又滑又嫩，非常的好吃。如果您也喜欢我的视频，请您关注、点赞、收藏、转发给更多的人。